他说经济没什么问题了，所有的统计都非常非常好。在他的眼中，美国经济是没问题的。按照他的说法，不是吗？他说失业率走低了，油价也降低了，对不对？GDP 会有成长了，物价也开始下降了。他说都很好，都是在他过去10个月领导之下，经济都变好了。他说很好，但是美国人民有感，有觉得真的很好吗？目前按照民调是，真的是很多人是没感觉。来关心美国的经济问题啊，最近大家看到一个产业的重大消息，就是全球物流业的龙头 FedEx， 大家所熟知的联邦快递，他们最近宣布呢，将要关闭在德州的一间物流中心。预计呢，也将会有856名员工遭到资遣。那《华尔街日报》盘点了川普、白宫还有经济学家以及企业领袖们对于经济所提出的6项大胆预测，还有包括实际的结果会如何，以及接下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总结来说呢，就认为这个结论是关税政策上路8个月之后，对就业市场的提振效果仍不明显。相反的，一连串的大型企业裁员消息，还有疲弱的劳动数据显示，劳工正在面临更艰困的局面。虽然说美国的 CPI 最近这个数据表现还算不错，低于预期，但是 Russ 对于川普来讲，他要解决的，尤其我们讨论过的2026马上期中选举如果选得不好，川普就提前跛脚了。所以对他来说，要想办法先解决经济问题。但是这个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会是他18分钟这样慷慨激昂的演说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吗？他说经济没什么问题了，所有的统计都非常非常好。在他的眼中，美国经济是没问题的。按照他的说法，不是吗？在你的眼中呢？他说失业率走低了，油价也降低了，对不对？GDP 会有成长了，对不对？物价也开始下降了。他说都很好，都是在他过去10个月领导之下，经济都变好了。他说很好，但是美国人民有感，有觉得真的很好吗？目前按照民调是，真的是很多人是没感觉，对，而且共和党国会议员真的是开始担心，这也是事实，尤其是在众议院，因为众议院会有变天的可能是比参议院更大了，所以的确是很多共和党及众议员是已经开始非常担心是事实，对，但是川普他还是会用这种说法，他不会说我们正在努力，过几个月才会变好，这个是民主党的说法，拜登的说法。川普一回来不会用这种说法，他一定会坚持说已经好了。从今年1月20号我上来之后，马上都变好了，都是因为我的政策。所以他不会说你再给我时间，他不可能会用这种说法。效果都没有看得到啊。的确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对，是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大家也要记得，那就是。即使很多选民对川普怎么处理经济问题是不满的话，这个到目前为止也不能等同他们信赖民主党。川普也知道这点，其实民主党的民调非常非常低，就是他选民对民主党的声望还比他们对川普低很多了。你的意思是说，虽然不满川普，但是也不会把票投给民主党？不一定，因为我们还是离投票日太远，还有一段时间，对，而且很长。所以说实在做一个结论，其实我个人觉得川普还有时间。我的意思是说，首先他不会说再给我时间，这个不符合他的 style， 他的风格。但是同时他也知道，其实我不用今天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他知道他还有时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进入明年2月、3月、4月、5月，如果经济真的是越来越好的话，有好转的话，那共和党就很安心哦。也没错啦，因为明年11月嘛，才对。这样算一算，还有快1年的时间当然，在这次最新他在18分钟对全国的演说当中，其实是听2个重点，一个。所有的错都是前朝的错。第二个呢，就是呢，在我上任以后呢，我真的是 MAGA 就是我让美国再次伟大，我是美国的救星。可是这如果真的说美国民众他们真的是不是没耐心了
因为你如果听到总统这么说，可是你没有感觉，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来看一些民调数字哈。这个礼拜公布的 PBS News、还有 NPR、还有马瑞斯特研究所所公布的联合民调，57%的美国民众不认同川普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而且呢，多数受访者对生活成本表达了明显的担忧。另外，根据 YouGov 在16号公布的调查，52%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任内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那也就是说，就算他发表演说，因为他这个礼拜发表了这个全国性的演说，而且他一直强调关税正在发挥作用，他一直不断强调 tariff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字。然后呢，创纪录的企业回流到美国，大量新建工厂，也提到他在第2任内创下的这个破纪录的18兆投资。但是在他讲完以后呢 ，CNN 就做了一个 fact check 这个事实查核，就查了一下，就说这个数字不是真的啊，这不属实啊，你乱讲哈！18兆投资，根据白宫官网的数字是9.6兆美元呐，你这讲了1倍之多。但川普他还是讲得出来了，因为他是川普嘛。好，那在制度下滑、经济通膨压力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所以大使怎么看？因为虽然 Ross 刚刚讲了，说还有时间嘛，将近1年，可是，在年底结束前，赶快先来一波，就是巩固民心。一方面，是不是也在巩固他在共和党内部的一个支持呢？您觉得？对，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办公室主任给他的建议啊。那川普做事本来就是蛮随机的，对，就突然这个演讲看起来好像已经是在进行选举的演讲了，已经在选举那其中演讲。不过说实话，我赞成 Ross 讲，那时间还很多啊。不过民主制度啊，都是最后2-3个月，有时候最后1个月。这个选民都很健忘的。对，那个你现在的状况，说实话，川普的这个民调低，美国很多总统一上任，他民调都是往下降的，都没有说往上升的。对，你吹牛很容易，你当家以后，大家对你都是失望的，你能做不出什么来？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时间还算蛮多的。那可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川普还有几招，他认为对他是万灵丹啦。第一个，他掌握那个联准会，他就要降息。降息对美国人很多来讲是好事，为什么？美国人都在借款，美国人的 mortgage 汽车每年都是在那边付月初拿到钱就在那边写支票，就是钱都支出去了，都是还的那个 mortgage， 都是还那个分期付款，所以你的利息降了，你在做杠杆啊？是绝对有帮助。第二个，他要降税，他明年他要降税，降税的话，很多人是可以获利啊。那他也释出很多这些怎么讲呢？把很多这个钱也往市场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川普是对自己是应该还有信心的啦。对，另外他明年他摆明了，他叫这个贝森特说，我们跟中国大陆休兵1年，这个1年就是为了他明年的经济，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在对美国来讲是提供很多美国人民生必需品的一个重要来源。你短期也能很难找到其他的替代品，对不对？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经济体是一个很奇怪的经济体，中国大陆可以做最精密的这些电子产品，还有这个电动车啊、电池啊，中国大陆现在连打火机都还继续在生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庞大，可是呢又很独特的一个经济体。那所以呢，我觉得川普明年也在赌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保持平稳，然后呢，习近平主席多买一点农产品的话，川普的日子就好过很多。除了农产品以外，现在还希望买一些科技产品啊。对。尹老师觉得啊，因为我们看到在最近这个川普政府决定要开放 H200出售给中国大陆，然后甚至呢，包括 Blackwell 也考虑正在想要不要放手。好，那未来这个特别是在新一年如果以休兵的前提来看的话，美国方面对中的科技政策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像大豆嘛，直接讲农产品就是大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嘛。可是其实今天对美国来讲，更关键的会是晶片啊，
是辉达呀，是什么纳斯达克、道琼这些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向才是关键呢。所以其实今天来看的话，这个不管 H200到之前 H20，我个人会认为大方向它一定还是会持续的去抓住一个说，我们跟中国可能有一些互动，甚至有一点对抗竞争的言辞，一定会出现在它的，不管是我们看到 NSS 还是什么，一定会有。可是底下可能有一些特殊款项。像是这个哪一种特殊晶片，用一步慢慢的方式去开放，因为他也知道，今天对中国来说，你要全面的去围堵或者是阻止这些晶片去带中国的一个销售的话，最后其实就像七伤拳一样，你还是会回馈到反击到自己美国的经济。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不只是在科技这个领域啊，在金融更是啊。我们要聊的是稳定币。最近各国呢纷纷有意开放稳定币的推行，包括台湾这边呢也看到尽快打算要跟进。玉山科技协会理事长，也就是和硕的董事长童子贤，他对于稳定币跟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啊，他倒是有比较不一样的看法，他持保守看待。那他特别以南海泡沫危机，还有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事件作为例子啊，提醒大家，稳定币恐怕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好，回到稳定币本身来看呢，这个美国的 Genesis 法案呢，把稳定币还有美债是绑在一起。那么过去呢，稳定币多半是被认为说是加密货币市场当中的工具型的资产。但是随着这个法案的落地呢，它的角色发生质变啊，稳定币不再只是交易的媒介，而是逐渐成为了美元的数位形态。这是金融相关的专业，请教一下，专业的安雅老师，这个稳定币啊，现在大家在看是说，它有办法改变整个全球支付的交易体系吗？因为最近也有媒体也报道说，未来只要是你可以去支付的，包括什么学费啦、什么相关的生活费用，你都可以用稳定币来支付。包括连现在企业之间做的这个贸易啊，也都有买方要求卖方是用稳定币啊来做交易。好，那这个体系会怎么改？第一个，这是一个美国独强的一个结果哈。第一个，我们把它分成境外的美元跟境内的美元。境外美元的稳定币，就本来美元就在市场上在流窜，包括有黑色的交易等等。那基本上你等于说是从实体的美元变成上一个 grid， 那基本上所有的交易反而可以被 monitor。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不对的交易的时候，随时可以把它 cut off。但是事实上，本来就有在交易的行为，它自然在境外只是把它电子化，在境内的话，当然会变成一个监管。那所以境外是不 guarantee， 境内会是高度监管，很安全。但是最终稳定币它还是要去流到 US Treasury。那 US Treasury 的话，基本上就是等于说某种程度来，世界的财富被收刮进来，就是说世界上本国的货币，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grid， 会跑到上一个 grid。跑到美元系统里头，所以美元从以前的黄金美元是个库存的概念，到所谓石油美元是个流通的概念，转到数位美元，它基本上是个数字的概念。美国连印钞机都可以省掉了，可以维持绝对的美元霸权。而这个概念又是什么概念？就美元以前它是要一个 wholesale 的概念，央行 institution 去买 US Treasury， 现在是个 retail 的概念，全世界的人只要你有办法开到户，你基本上就有办法 access 到美国的国债，所以美国国债永远不可能倒。为什么？因为就像 California Hotel， 你把钱进去的时候是小钱进去，你要钱出来回到实体的时候，你要大钱才能出来，那门槛对你来说，一般人不会想去做这个事情，所以 check in 进去容易 ，check out 出来比较难，所以它维持到绝对的美元霸权。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稳定币就是解决了美债的风险跟问题。可是现在看到这个全球很多地方都开始在往这个方向去推，就是推这个稳定币。你刚刚特别提到，其实它的目的还有一个背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的霸权，是这样。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原来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掉下来？就是说，美国 QE 之后的时候，财政部发美国国债。这个美国央行自己买就好，他根本不需要中国央行去买，他根本就把中间的这个循环就把它踢掉了。现在我们用这个所谓的稳定币，那美债发了，全世界的人民可以去买，全世界的实体货币输入到美国的数位美元，再流向到美国的公债，美国再也不需要世界的央行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之前聊到稳定币的时候，我特别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有曾经提到说，稳定币未来有可能变成是美债的最大买家啊。哇，这不得了！因为现在这个最大买家是中国大陆嘛，对不对？那所以美国的财政部长就是 Bessent， 他也曾经公开表示说，稳定币能够新增3兆美元的美债买盘哦。台湾的媒体财讯就分析说呢，有一批这个国家，比如说他们的通膨比较严重，货币不稳啊，所以他们的人民就赶快想要买这个美元来保护资产。像是奈及利亚、阿根廷、土耳其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的本能反应就是呢，当这个货币的不稳定的时候呢，赶快把手上自己国家的货币赶快换成美元来保值。那这些经济体的 GDP 加总起来，大约算了一下是9兆美元。还有，如果再加上规模庞大的黑市交易，每年这个它的市场规模大概是有21兆美元哦。这些恐怕都是美元稳定币的最大的爱用者。所以，关于创造美债新需求这件事情，大师怎么看？对，其实美元还是它的信用还是它的流通性，它的信用还是相对上是国际上各种这种法定货币最高的嘛。那刚刚这个安逸讲得很清楚啊，你现在就是说你一般要取得美元哈，那还有大量的美元的话，你过去还有美债的话，你可能就外国的购买来讲的话，它不是那么容易。就美国本地国内市场，因为美债很多还是美国的这些投资者美国人在买的。那你外国人你要取得美金哈，你要取得美债或者你要购得啊，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可是你现在透过这个所谓的数位化的方式取得的话，那你的那个方式，那你的那个中间的这个手续简单的多了。你要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你要拿到美金，你要跑黑市去买啊。对不对？黑市价格、本地价格不是那么容易啊。可是你如果在线上，你透过这个数位的方式来取得这个美金化，又有美金的，美国现在的这个稳定币又是用美金做什么法定货币作为担保，它是1:1的。所以呢，就变成你可以免除很多中间的剥削，黑市的剥削。所以我认为，当然就是说它的便利性强啦。那本来这些国家很多国家它自己的政治不稳定的时候。他们这些有钱人或者想要逃难人，第一个就是要拿美金哈，对，全世界只认美金哈，不要不然就拿黄金啊，黄金的兑现率可能它流动性还没有你这些美金那么方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吸收这些外资哈，外国人哈，那么外国的需要的人不是机构性的了，甚至是个人性的哈。他都把他的管道，他把他管道把它变得门槛变得非常低，管道非常的方便，所以你说会不会增加美债的这个美元的这个流通性，美元的这个使用的量，当然会大量增加。所以大使刚点到了一个风险的问题啊，因为有机会也一定有风险啊，所以从风险这个层面角度来思考的话，安阳老师，因为创造许多国家美债的需求，然后用稳定币去买美债，那会不会也增加了更多的干预？好，但是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其实它的那个监管是非常的严密的哈，所以中间这个关联性怎么看？有境外跟境内。境内美国要保护美国人民，境内要高度监管。境外本来美元就有黑市在到处乱窜，有卖毒的，卖什么的东西。那今天这些本来就是用纸钞在流窜，你现在反而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上线了以后，那随时他们还可以继续流通。可是本来是用美元的纸钞在窜来窜去，现在是上去，你看得到这些交易，随时你今天想要停止那个行为的时候，你还有非常好的手段可以停止它。所以境内跟境外不一样，但是最终即使它在流窜，如果它是维持美国国债的流通性。黑市永远存在，不会改变它。你的意思就是说，钱不管是黑的白的，反正它都是钱，对不对？它是要在市场上面流通，维持它这个货币的霸权，这是美国最想要达到的目的。我的意思是说，黑市的存在它永远会存在。那黑市变成白市，这个的过程是白市决定你要多少变成白市。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反而现在因为数位的手段，你还有机会不断 control 了白市，也 control 了黑市。
这就是一个 money game， 一个金钱游戏的结构哈。那 Ross， 你觉得哈？因为现在当然美国不断去推稳定币，然后虽然看起来似乎是正面多于负面，可是呢，大家也在讨论是它的风险，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中国大陆这边呢，人民银行则是重申仍旧是坚持对虚拟货币的禁止性政策。对于这个虚拟货币，中方反而是比较持保留甚至是反对的态度而且还强调会持续的打击虚拟货币相关非法的金融活动，特别就点明了就是稳定币有风险的。中国大陆的央行人民银行呢也指出呢，所谓的虚拟货币并不具有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也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所以对稳定币的态度，北京方面是希望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互动，来看待，或者是说北京其实也希望能够打出他们自己打造的一条虚拟货币道路。目前对虚拟货币的态度是非常强硬，这个短期之内不会改变了。但是这个对虚拟货币的态度是不同对稳定币的态度一模一样。所以或许以后还是会有国内的中国大陆国内的稳定币，这个应该会有了，这个时间的问题了。很多人认为这个不管是虚拟货币或稳定币的。它本身是为了要绕传统的金融体系，包含主管机关的控管。但是中国人口那么大，其实很多人会为了方便用一个稳定币，其实是还是有透过传统的金融体系，或者还是在中国主管机关的控管监管的范围之内。很多人还是会使用了，所以如果以后中国有稳定币的话，我相信还是会，第一，很多人会使用，而且很有可能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付款平台。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最近10年之内，从付现换成线上付款，对不对？用各式各样的电子支付，对，电子支付了，就是中国人的接受度是又快又高了。对不对？所以如果真的有稳定币的话，我相信在中国会非常非常成功的，但是还是会在主管机关的能够监督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这个不会放弃了。当然，中国主管机关不会放弃。所以它会有一个中国版的，就是for中国版未来的稳定币的自己自有的一套区块链的这样的一个 system，一个 ecosystem 生态体系。是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搞好中美关系的话，可以请川普家族来帮忙，因为他们今年也是投资各式各样的货币企业，对不对？所以可以请川普几个儿子来帮忙啊，这个川普会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就可以赚一笔，不是吗？是不是这样的？川普一直认为赚中国的钱也是 OK 了。OK，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提到监管，因为这个虚拟货币其实最为人诟病的，也就是特别是境外这一块的境内的像包括美国内，刚刚特别提到是可以这个监管的比较严格一点，可问是境外的你管不到的话，可是如果两相比较，中美的在境外这一块的监管，应该中方确实是比美方要能够有效率的多吧？但是美国也是有所谓的 long arm， 对不对？所以其实美国很多境外的交易，美国还是在看，对不对？尤其是最近几年也有几个例子，就是虚拟货币的平台，只要有一点点有 touch 到美国那美国司法单位还是会去追了。所以其实美国也是有这个概念了，以后也不会放弃了。大家都知道 Costco 好事多哈，最近这个美国的最大零售商呢 Costco 呢，他们说要告川普政府，要提起诉讼，因为呢他们要求确保，如果呢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对于全球征收这个关税权限的诉求的话，那么好事多呢就仍然可以获得关税的退款。路透社他们报道说 ，Costco 呢在11月28号，特别在 Manhattan 的这个美国国际贸易法庭递交了诉状，强调说，川普他动用国际经济
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向全球征收关税啊，使得企业呢无法确定能不能够取回原本就不应该缴纳的款项啊。这个举动其实大家看到以后发现，哇，这不是等于是向川普提出告诉，然后呢要跟川普讨钱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是看到说有可能胜诉吗？这个部分庆姐怎么看？还有好事多一旦做了，好事多也算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啊，别的企业会不会跟进？对，我们最近已经可以很清楚看到10月以后呢，原来一开头的关税的要承担的部分是由美国跟在出口的国家中间去平分的。在10月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平台承担的已经比较少，后来由消费者转嫁的部分已经最多，但是虽然比较少，平台承担的还是相当的大。所以我觉得从好事多的这一轮的作为里面，你可以看到有2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个是说，他们认为美国的政府有可能败诉，但是他败诉之后呢，也有可能用其他的各种的方法呢，不对这些已经被扣了、被缴纳的这些公司去退回这个已经溢缴的部分，所以他们先做一个预防性的起诉。可是他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希望能够在现在就停止继续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也就是说，后面这一个我们通常是就有点类似于temporary injunction 停止执行的命令就是既然我们中间还有争议，而且你还有很大的败诉的可能性，对，那从公益的理由来说，那它中间一定会讲很多啦。今天我在国内的所有的销售或全球的销售有1/3是来自于美国以外，它中间呢可能有8%到10%，甚至有人说是12%来自中国大陆。今天你增加了这个关税，会使我的企业发生困难，甚至呢有些小的企业可以说在过程中间跟你诉讼的这个过程中间，我可能就已经倒闭了，就有一种无法回复的法益的受损。对，所以说这边就2个概念，一个是说美国政府可不可能输？那现在起码这些人觉得至少你有一个输的可能。第二个是说过程中间我所丧失到的利益，包含了我的营业利益、我的股票在股市上的蒸发，或者是有些小公司甚至它可能就会倒闭的这些利益呢，是不是无可回复？那如果它有可能被视为无可回复的话呢，法院是可以说你可以暂时不缴的所以我觉得它有这2个层次，就是说赢了。那确保我将来可以拿到钱，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对于法院的说辞让法院可以接受一下，现在是在 USCIT 嘛，它是比较理解商业逻辑的说这样子搞下去我活不了了，我要倒闭了，我的企业的价值会蒸发了。这些如果法院采行的话呢，有可能也判他们可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停止去缴纳，这就是 temporary injunction 的重点。所以这2个都很重要。您刚刚提到说，好说这么大他都这样子担心的话，那我刚刚想到的是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还得了啊？对啊，而且也许我马上就倒闭了，等到你政府如果真的被判输的时候，我已经不存在了，你到什么时候到哪里去退钱回来给我？所以我的在法上面的利益会受到巨大损失这件事情呢，我认为会有别的。很小的公司可能没有钱去告政府，可是有很多中型的、中大型的公司也可能去跟着好事多的步骤，继续的去主张司法上面，如果国家的单方行为影响到我，至少要给我一个能够返还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的话，我现在不要继续受到伤害的可能性。现在川普的问题就是说，他面对美国本土的自家厂商，虽然这个是全球化企业，但是Costco 大家知道是美国知名的企业自己的企业都挑战自己的总统，说你这样子做是违法的，你造成我极大的损失。我想问晋哥您怎么看川普怎么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呢，川普他在最近2号这一天的这个内阁会议之后，他就说呢，美国人将来可能不用再缴这个联邦所得税因为他又讲到了关税，他说关税我们收的很多啦，这个收入大幅增加所以呢我们的税制就会有变化。这在他的任期内就会顺利的实现。他提出这个税收计划是在年初的时候，免除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个人所得税。他说这笔这个洞呢是要由关税来递补来代替的。他还强调呢，是时候让美国回到使我们更加富有、更强大的体系所以大家就讲了一个，他说现在川普是不是也弄了一个版本是美国人共同富裕版？2件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啊，也把它形容成美国共同富裕版，实在是有点牵强。但是呢，怕热就不要怕这个进厨房。川普呢执政以来啊，这个有关争议的这个很多的行政命令啊，或者说是很多这个靠着执行令，而且没有经过国会啊，这个就是同意就这样施行了，不知反省。但是呢，你要这个停征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里头要跟国会去合作的，而且呢，我们也必须要记得，无论川普再希望做任何事情，他只能在联邦的税跟费上去做文章。对于州以及地方的这个就是说权责，他不能做出侵权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今天已经是12月。展望未来1年，明年的11月3号是美国期中选举，这个释放利多消息是就是川普为选举啊，不，明年必然要经常做的事，所以他原来这个就是讲的，他要去出访中国，要如何如何，他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要巩固这个期中选举，他要期中选举这个就是选败了。然后呢，那个国会变成跟他没办法掌控，那他已经就提前跛脚，对，提前跛脚。所以在这里头之中，你对于他这各种打高空，然后开支票，你也不要感觉这个叫做感到这个惊讶，你知道，这个基本上川普这个商人性格，个性又好斗，所以明年好戏会连台上映。你讲到这个就是我刚刚想到 timing 的问题哈。黄老师我们讲到 timing， 最近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似乎也在抓一个 timing 因为他一直很想把他的 H200卖进这个中国大陆当然这个降规版中国大陆是不接受的，所以呢，黄仁勋呢他在3号这一天呢亲自又到了华府一趟，跟川普见面，而且他还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进行了一场闭门会议。那事后呢，黄仁勋也坦白对大家说呢，中国大陆不会接受降规的产品，就算华府放宽晶片出口的限制，也不确定北京到时候是不是愿意买这个 H200人工智慧AI 的晶片。他这番话什么意思呢？现在其实夹在中美两强之间最难受的一个人之一啦，我们讲之一，因为有很多人应该都是如此之一一定是黄仁勋。您怎么解读他的话？这句话其实有讲跟没讲一样。我们这个议题我们聊过很多次了，我们学生也都聊过很多。就 Hopper 已经是上一个世代的产品。你这样持续的阉割，其实你看，就是当时的限制进入中国的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搞出了 DeepSeek， 他跟你手搓，他搓出他能用的东西。所以你说这个他讲这句话有什么目的？他只是在发牢骚。我觉得他只是单纯在发牢骚，因为现在到 Blackwell 时代，他也无可奈何。是没人会买新不买旧嘛？对，而且你看最近的新闻，中国有搞出他们新的一些堆叠技术，然后也是可以把他们的效能再往上提升。我们上次有聊过这个话题嘛？你一直掐着他的喉咙，其实反过来说，无疑在养虎为患。这个其实他这句牢骚的意思，我想背后是这个样子。所以您觉得他希望他整个辉达，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布局战略他的 picture 可能是什么？我觉得它整个 blueprint， 它现在并不是单纯 for 中国大陆，这只是它的一个单点。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一直在讲说，高阶晶片其实很难达到这么大的产能，也不会有任何的 fab 会愿意为了你去增产这件事情。你看，连三星都开始转型，连 SK 海力也开始转型。那如果我自己是黄仁勋，我会想做什么事情？我高阶的产能极限了，我消费级赚的 market cap 没有那么多，那我势必要去做一个中阶市场的布局。包含布局所谓的边缘晶片、边缘 AI， 包含以他们既有的这些东西去做的 pre-train model， 去 embed 到它的新系统里面，这个才是如果我是黄仁勋，我会更愿意去推进的一个市场。这些市场甚至可以绑到人形机器人、救灾机器人，甚至到那个居家照护机器人等等，这个是一个更加庞大而且更加接地气的一个市场。其实看到美国政府有一件大事就是联邦政府的关门时间终于结束，这次长达43天上一次关门呢是35天，不过这次呢当然更久，创下史上最长天数纪录。这段期间不但出现了航班大乱、经济停摆，民怨更是沸腾像美联社跟 NORC 的民调也显示，最近美国民众对川普政府施政的满意度大幅下滑，现在最新的民意调查的满意度呢剩下33%，
而其中呢，造成美国民众强烈反弹的原因，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食品的价格实在太贵了，居高不下。经济学家就指出说，高关税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那么企业呢，明年就会把完整的成本要转嫁给消费者。目前这个涨势还没结束，物价连续飙涨的压力，当然也围绕在川普的关税议题啊。再度也看到，就说最近呢，川普又决定要先全面豁免包含牛肉、咖啡，总共有100种食品的高额关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造成集体不满的原因啊，是失业率的问题。ADP 研究机构公布了最新资料显示，美国企业10月份平均每周裁员人数超过了1万人。密西根大学的调查更是指出，高达71%百分比的这个受访者预期在未来1年失业率还会上升。这也显示出美国现在就业前景陷到了这个寒冬。现在包括是公务部门，就公务员呢，跟一般的民间企业都陆续传出大幅裁员的消息。而在这个情况之下，这2天看到白宫突然宣布说，10月份的就业报告还有 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将不会公布，而且可能是永远不公布，但有可能嘛？这个白宫的理由是说呢，因为现在政府关门资料做不出来，但各界质疑的是，美国因为经济太惨了，所以不敢公布，是这样吗？2项重要的经济数据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盖牌呢？大使，我的推测就是因为出来的结果会不好，所以就不公布。所以以前数字也不好看过对不对？这次可能是连续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也令我想起来以前那个北洋军阀的故事，知道吧？北洋军阀他们曾经有一个大军阀去参观学校，看一群女生在打篮球，就看完以后大怒。为什么？他说把那个校长叫来说：“我给你的经费是不够是吧？怎么10个女生在抢一个篮球啊？以后1人发1个篮球。”那川普现在搞法就有点像北洋军阀，你们老是公布对我这个对我不利的数据所以我就把你给废了，你们以后不准公布数据。所以这种做法，这个美国没想到。不过你要知道，这些公布数据这很重要的，因为美国参加一些国际组织，你这个政府要有一些数据要提供的。对你比如说 IMF、World Bank， 甚至 WTO， 它都需要你这些数据的。那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些就是说政府的数据不提供的话，那有些私人数据会影响经济更严重对，你这个各种经济的平等那对于你的经济打击才严重了。各种经济平等，如果说这些民间公司的对各种的经济平等，他给你这个美国债务平等给你降的话。那这个对川普来讲，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不公布我看这个报道说是永远不公布。我觉得这个川普目前可以这样子的做法，看起来只能等到明年底的那个期中选举了。因为现在压到明年期中选举前都不公布。对，因为事实上的话，美国国会不吭气美国是一个制衡的社会，那除非有人去美国的法院告。就跟他这个上一次他这个就最近要在最高法院要判决的他有关他的这个关税案子，对，有人去告，那就由司法来解决。那所以目前为止的话，看起来他这个政府行政部门他不作为，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那美国现在政府为什么出这么问题？我想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总统会出现像川普这种总统，所以作为，所以变成美国的制度防避的地方的设计不够，对，所以他很多地方就变成，他也找到了，川普也找到了漏洞，我就不公布，你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这个数据也常常被联准会当作这个调降或调升利率的一个重要参考，一个是就业，一个就是物价指数那所以盖牌就是经济就会变好嘛？这不可能嘛，对不对？川普说经济的确是变好，你不相信他吗？你相信吗？不能说川普这次回来执政是完全就是经济方面完全没有成果，毕竟这么多不管是美商公司或外商公司有宣布
好大的美国国内投资案子，这个也是会创造就业机会，对经济也是有好处，但是这个需要时间才会真的有实质的感觉或在数据会实质的反应，但是不能说他政治完全是失败了，所以他常常强调好的那一面，当然他不会强调负面的新闻啊，但是经济是的确是有负面新闻，只是政府不公布呢，像刚刚大使有提到，有很多私人机构还是会有公布数据啊，不管是大学或投资银行等等，这些数据早晚还是会但是官方的数据都不公布的话，那是只是因为现在因为关门，可以说是一个理由。当然是可以，总统想说什么他就可以说什么。那会一直像大使预测的，到明年期中选举前，会因为影响选情而选择都不公布。我个人认为，今天或这几天、下个礼拜到年底发生任何经济或政治方面的事件，不会影响到明年的期中选举，因为时间太远了，而且不会有影响。因为明年还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我们可以相信川普会带来很多不同政治方面的正义，对不对？所以不管今天发生什么，明年会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所以他为了拉抬选情，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不知道他明年会做什么，会说什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太多事情会发生，甚至我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在明年2月初再关闭了。不能排除，所以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到时候选民不会记得，他们会记得明年的上半年或下半年发生的事情。不过刚刚提到说有100项的这个商品啊，特别是跟食品相关的，全面就是豁免啊，那是不是他也意识到说，其实物价是有可能会飙涨，所以赶快先把它压下来啊。所以我们看最近几天啊，很多人在讨论的不是政府关门而已，他们是讨论复数的事件，比如说航班取消或者通膨，政府部门运作当然是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但是不是影响到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政府部门，但是这个交通问题、航班问题或者通膨的问题，所有的人都会受影响。所以我相信川普为什么宣布这个食品豁免，那很明显他幕僚团队有跟他说，总统这个的确是一个政治事件了，那我们真的要调整。那川普就做下决定了。OK， 好，所以这个经济数据，尤其是重要的2项经济数据啊，就业，就是跟就业有关的失业率，还有包括 CPI 啊，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呢，暂时不公布，而且有可能这个到明年期中选举前啊，因为大使预测说，搞不好因为选情的考量，都把它盖牌。可是现在呢，在这个盖牌的同时呢，亚洲最近这2天有一个新闻啊，跟台湾也有关啊，就是有外媒报道说，美国要求台湾投资美国的金额现在出来了哈，是介于韩国的3500亿美元跟日本的5500亿美元之间。3500亿美元呢是什么样的概念哈？这个大家也算了一下，大概是台币10.6兆左右。可是台湾的经济规模比较起来的话，你根本比不上日本跟韩国。所以呢，像日本投资5500亿，占了他们整个 GDP 的比例是14%。南韩呢，这个3500亿占它的 GDP 比例呢是20%，1/5左右。可是如果台湾同样假设是以3500亿，就以最低来讲的话，那就是占了台湾 GDP 啊，因为台湾 GDP 大概是8000亿美元左右哈，所以大概是46到73%，最低大概就是43到46。好，就被质疑说这个哇，现在台湾就被当成提款机哈。这个美国不是说台湾也是最坚强的这个朋友伙伴吗？怎么把台湾当成了提款机啊？但是看看日本，看看南韩，不也是如此吗？大使是这样吗？是没错啊。韩国现在外面传言说，日本的5500亿的1000亿已经到位了。那到位的话，这个钱的基本上还是属于日本的钱。那就有点像是借款了啊。可是问题就变成拿去投资，获利的话90%给美国，10%给日本。
也就是你这个钱你要拿到日本去投资，那日本今天就把1000亿就汇过去了，那这个钱没有问题，是你日本政府的钱，可是你要在美国就要在美国用，对，然后9%的获利是美国，1/4是日本，现在目前是这个安排，对，哦，那我就在想说，日本这1000亿美金他拿得回来吗？他可能也拿不回来，对，所以名义上是这个钱的所有人还是日本，可是这个钱你就要拿到美国去用。也就是说，你今天你有钱，对不对？你不能存在银行，你要拿到我这边来，而且给我用。对，所以现在去了1000亿啊。那你们这边讲的也很对，就变成就是说，台湾为什么要拿？我们就来讲的话，这种东西有的时候说，你的总额是这样一回事，可是人均的话，我们太高了，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我们人口2300万，日本是1亿1000万。韩国是5000万，我们2倍多，2倍多的人，所以人均我们比日本跟韩国高很多啊，对不对？然后就 GDP 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是我们的 GDP 的46%到73%，对，我们的 GDP 不过才8000亿，那日本跟韩国的 GDP 都远高于我们，日本是将近4兆多美金啊，对，所以在比例上我们是拿的比日本、韩国都多，对。人均也好，占 GDP 比例，而且是高好多倍，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没有跟美国解释说，你要我拿的话，对不对？第一个，你用一个 GDP 来做一个对比，对，我不能跟韩国、日本，因为我承受不起嘛。然后另外一个就人均来讲，你不能比日本、韩国高这么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这个谈判要好好检讨。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常常 Ross 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在美国人的眼中，台湾很有钱，但因为有钱，所以台湾就是提款机，就这样吗？台湾是否提款机？我相信大使还比我熟，毕竟他以前驻美代表台湾，所以他应该知道美国不管是军国方面，美国智库学者，美国农产业。都把台湾当成提款机，大使应该比我熟。你说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如此？也不是最近才开始，美国从早就认为台湾是很有钱的国家。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的经济数据都那么漂亮，对不对？经济成长率、出口金额等等，数字都非常非常漂亮。那当然，不管是美国、日本、欧洲，都认为。台湾是非常有钱 ，OK， 尤其川普认为台湾赚了美国很多钱，可是为什么川普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赚钱的背后，其实是美国在这么长期以来，在全球他找代工或者说他的分工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呢？这个历史跟或过去跟将来未来，川普一点不在乎，他是看今天跟以后，他根本不在乎过去台湾是这么赚钱，因为他知道台湾今天手上很有钱，带给美国一部分。而且不只是台湾，其实包括像日本、南韩都是如此啊。就是向来被美国认为是盟友、朋友、伙伴的。只要是美国认为你赚我的钱，你就必须要付这么高的这个投资金额。其实不是只是这样子，也有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个是以前比较少会人会讨论，但是不管是因为疫情或稀土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那很多人，包含川普那个阁员也公开说，其实拜登政府的商务部长也有公开说很多次，美国以后不能依赖特定一个地方。提供大部分的最新晶片、最新科技的、最先进科技的晶片。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那美国在向台湾施压，半导体在部分的这个供应链要移到美国去了。但是还是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川普他一点不在乎日本、南韩、台湾过去是怎么赚钱。他只在意他自己的国家安全跟国家利益啊，还有是吗？还有未来了，对，他是看未来。好，所以他真的是希望很多制造是回到美国去了。对，所以庄老师，您觉得哈？因为现在就讲到说，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不管是3500亿也好，是5500亿美元也好，
大家看到是那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哈，但是这种天价数字背后，其实要思考的更多的是不是应该在台湾这边的产业危机，包括说相关的对于一般广大台湾民众的影响哈，怎么看呢？因为大家也讲说，既然我们要付出那么多，那所以应该换得相对的安全保障，但是有换到吗？的确，不管是5500亿还是3500亿美元，都是天文数字，骇人听闻。不过我特别去查核哈，那发觉恐怕要先打个问号，因为这个消息出自于11月12日的那个 Political 这个新闻网站里面，那并不是出自于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或 Washington Post 的华盛顿邮报的一些主流报道。那当然了，有几个可能啦，这个新闻只是一个捕风捉影啊。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美国官方释放出来的，因为新闻报道里面写的是一个匿名的人士熟悉台北贸易的匿名人士所放的消息，也没有写说谁讲的。虽然有刊登的媒体，没有注明消息来源，所以有没有可能是美国官方故意放出来的一个消息？因为有可能把这个价码、筹码贴得很高，到时候跟我们台湾谈判的时候呢，再把它杀价、降价，让我们满足一下。好，那也有可能是台方放的消息，因为我们经过5轮谈判的，那状况怎么样不晓得。好，那会不会预先打预防针？好，那让大家知道说有苦日要来了，到时候结果出来没有那么惨，大家觉得比较宽慰一点。不过刚刚主持人问到了，如果真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当然硬着头皮讲，第一个好处就是关税减免，那我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自然而然有比较高的竞争力嘛。第二个呢，这个可以强化台美关系。刚刚 Rose 也提到。台湾长期以来被美国当成 ATM 提款机，好，但是也有人讲说抱美国大腿，但是平常心讲了，除了美国大腿可以抱，你不可能去抱俄罗斯的大腿，也不可能去抱印度或中国大陆的大腿嘛，哈，这也是地缘政治里面的无奈，也是未来有可能的新冷战或隐形的科技战争所做的不得不的抉择。当然了，也有风险，第一个是巨额投资带动了一个强大的风险，第二个有没有台湾因此而产业空洞化，让我们担忧。那再来就是这个过程都很黑箱谈判，并不是很透明。那特别补充一点，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我们都很舍不得，好像老爸舍不得嫁女儿一样。但话说来啊，台积电它有70%到80%是外资啊，当然所有权跟经营权是两回事。但是既然是外资为主的一个产业，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不能一厢情愿，自己觉得心酸而已。所以从这个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内容来看哈，其实就是可以看到说，川普或者说美国的谈判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开始的拉高姿态啊。你看从32%一直到20%，现在又传出有可能呢到最后的15%，就是一点一点降，可是让你觉得说好像你有赚到，但是呢，你最后赚到的就算是15%，可是你换到的是天文数字的投资，你还觉得自己是赚到的。但我们要问的是，台湾准备好了吗？马上回来。